朋友们，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接下来，我将通过一段在北京旅游的视频，带大家学习中文。在这个视频中，我会用慢速清晰的中文解读视频中出现的行为动作和场景。你可以学到简单的中文表达，同时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我相信，这是对你来说最愉快、最高效的一种学习方式。如果喜欢我的频道，欢迎加入，请订阅我的频道，谢谢你们。回头，这在哪里啊？这是北京鼓楼大街，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这座鼓楼建于元代1272年。古代没有钟表，鼓楼就是全城的标准计时器。早上敲钟，城门打开，百姓出门劳作；傍晚击鼓，城门关闭，大家就回家休息。这边我们走在什刹海的湖边，看到一群女生穿着300多年前清朝的古装，她们也成为了这里很亮丽的一道风景。危险！什刹海是北京中心的一片大湖区，有800多年的历史。曾经的这里商船云集，非常繁华，更是数百年前的皇家后花园。朋友们，你们吃过地道的北京火锅吗？接下来我就邀请你跟随我们一起去体验正宗的北京火锅。当我们要向其他朋友推荐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一样美食是特别具有地方特色的，也是特别正宗的，我们可以用地道这个词，地道或者正宗。这是地道的北京火锅，这是正宗的北京火锅。北京火锅，炭火铜锅是特色，麻酱为底料，搭配葱花、香菜、蒜末、腐乳、辣椒油，这些都属于调料，调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是蔬菜，蔬菜，这是羊肉，羊肉。用筷子夹起羊肉，放进汤里晃几秒，肉片变色，立刻捞出来就能吃。这个动作叫做涮，涮羊肉。可以吃了。吃法简单又鲜香，是北京经典特色美食。加了好几条。煮好的羊肉放进调料里蘸着吃，羊肉很鲜，很香，很好吃。来，给朋友们也尝一口。这是烤羊肉串，我从纸袋里拿出烤羊肉串，上面撒着辣椒粉和孜然，很香。老北京豆汁儿，绿豆的汁水发酵制成，是地道的老北京传统饮料，味道很酸。我们在这条老街上逛街，天色暗了下来，我们看到一家小酒馆，大家坐在里面喝啤酒，很舒服。晚上又走到了北海公园，这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皇家园林之一。第二天，我们的目的地是
天坛。我们穿过大门，往前直走。这座标志性建筑祈年殿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天坛是北京古代皇家建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古代皇帝在这里祭拜上天，祈求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整体建筑按照古人天圆地方的理念修建，屋顶多为蓝色，代表天空。热晕了。北京的夏天真是太热了，如果你也想在夏天来北京旅游，一定要记得带上遮阳伞。下一站，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北京天安门。天安门是北京中心，中国最著名的标志性建筑。重大的节日、阅兵、庆典经常在这里举行。接下来又到了美食时间，我们来吃北京烤鸭。首先品尝一下北京奶皮子酸奶，它正在打开酸奶的盖子。打开，用勺子吃酸奶。奶皮子酸奶，口感很不错。烤鸭终于来了。我期待了很久的正宗北京烤鸭，厨师向我展示了他精确的刀工。他在用刀切烤鸭，这个动作是切，用刀切烤鸭。这是来到北京必吃的美味。桌上您看到的这几道都是地道的北京菜，有你喜欢的吗？你想尝一尝吗？ The next day.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中国最大、世界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这个展览完整展示了中国古代文明历史，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古人类的头骨，一个雕塑。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件是四羊方尊，商代晚期青铜器，是古代用来盛酒的礼器，用于祭祀。这是从中国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接下来看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王子午青铜鼎，也是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这件是青铜犀尊，是一只可爱的犀牛形象。你们猜一猜，这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用来盛酒的，你没有想到吧？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彩绘浮雕武士石刻，武士穿着唐代的铠甲，头上戴着头盔，手里拿着长剑。我很喜欢这件，这是一件非常棒的艺术品。这边展柜里还有一个很高大的佛像。累不累？
木雕观音菩萨头像。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佛头，所以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很仔细地观看。别拍我，我现在头发好乱，好丑。好了，逛了几个小时，好吃吗？实在是太饿了。太可怜了。可是博物馆里并没有很多食物可以购买，只有一些零食可以买到。所以朋友们，如果想来参观博物馆，记得提前准备一些食物，及时补充能量。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啦。北京之旅的下一站会去到哪里呢？请等待我的下一个视频，希望你们会喜欢。